在希腊古老的城市，有一位名叫亚里士多德的少年，他的故事充满了神话般的色彩，仿佛是星辰下的传说，却又在历史的长河中真实的发生着。他的旅程不仅仅是对知识的探索，更是对人生意义的一次伟大追问。在古希腊的斯塔基拉，一个充满着哲学与科学氛围的家庭里，亚里士多德出生了。他的父亲尼科马库斯是国王的私人医生，这让他从小就接触到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思想氛围。家庭的这种环境为他后来成为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亚里士多德的童年是在对世界无限好奇和探索中度过的，他对于自然界的奥秘、生命的起源、宇宙的构造抱有深深的迷恋。在他的记忆里，最让他着迷的是父亲的医学书籍和对病人的诊疗过程。这些经历激发了他对科学方法论的兴趣，也塑造了他后来的科学观和世界观。同时，亚里士多德的家庭教育也非常注重道德和品格的培养。他的父母常常强调，知识和智慧的力量必须用于正义和善良的目的。这种教育使得亚里士多德不仅成为一个博学的学者，更是一个深具道德情操的人。正是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教育，塑造了亚里士多德对知识无限追求的渴望。当他步入青年时，他的思想已经开始展现出深刻与独特。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当亚里士多德踏入青春的门槛，他的人生迎来了转折点。这一时期，他离开了家乡，前往雅典当时的文化和哲学中心。在那里，他加入了柏拉图的学院，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程之一。在学院中，亚里士多德展现出了他非凡的才智。他不仅深入研究柏拉图的理念，还对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思考不局限于哲学，还涉及政治学、伦理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等多个领域。这一时期，他开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例如，在伦理学方面，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中庸之道的概念。他认为，美德并非极端行为的结果，而是在两种极端之间的适当行为。这一思想对后世的伦理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自然科学方面，亚里士多德的贡献同样卓越。他对生物进行分类，是生物学分类系统的先驱。他详细描述了各种动植物，对生命的起源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的这些观点虽然在后来的科学发展中有所修正，但他对观察的重视和系统化的方法对科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亚里士多德对戏剧艺术也有深刻的见解。他的著作《诗学》是西方文学批评的开山之作。在这本书中，他分析了悲剧和喜剧的结构，提出了情节、人物、语言等元素对戏剧的重要性。他的这些理论对后来的文艺创作和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柏拉图学院的20年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日渐成熟，他的知识面不断扩展。然而，他并不总是与柏拉图保持一致的观点。他开始质疑并重构柏拉图的理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是他哲学思想的核心。正当亚里士多德在学术上大放异彩时，他的人生也发生了变化。柏拉图去世后，他没有继承学院的领导位置。这一事件促使他离开雅典，开始了新的旅程。他先后在亚洲小亚细亚和马其顿进行了教学和研究。在马其顿，亚里士多德成为了年轻的亚历山大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家庭教师。这段经历对亚历山大的思想和治国策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里士多德教授他哲学、科学、政治和艺术，为他未来的征服和统治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和作品开始形成体系。他的著作涵盖了当时所有知识领域，从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到生物学、天文学和诗歌艺术。他的学术成就不仅在他的时代，甚至在后世也享有极高的声誉。亚里士多德的这段青年时期是他人生中最为充实和多产的时期。他不仅是一个博学的学者，更是一个深刻的思考者和广泛的实践者。
他的故事展示了一个伟大思想家如何在古希腊这个思想的沃土上茁壮成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岁月的流逝，亚里士多德步入了他的中老年时期。这一时期，他返回了雅典，成立了自己的学派吕克昂学园，这标志着他学术生涯的新高峰。在这里，他不仅继续深化自己的哲学思想，更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对后世的思想和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在吕克昂学园的教学和研究活动非常广泛，他在逻辑学方面的著作，如分析篇和论证篇，奠定了形式逻辑的基础。他的这些理论对后来的逻辑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是逻辑学的创始人之一。在伦理学方面，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中庸之道理论。他的著作《尼格马可伦理学》中深入探讨了幸福的本质，认为幸福是通过理性追求美德的活动。这一思想对后来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贡献同样卓越。他的生物学著作，如《动物历史》和关于动物的部分中，详细记录了他对动物的观察和分类。他的这些观察和分类方法对后来的生物学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外，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哲学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他的《政治学》一书中详细分析了不同形式的政府和国家制度。他认为，最佳的政府形式应该是一个平衡各种社会力量的制度。这些思想对后世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亚里士多德不仅是一个博学的学者，更是一个深刻的思考者。他的教学方法也非常独特，强调学生的主动思考和实践。他经常带领学生在学园的花园中散步讨论，因此他的学派也被称为逍遥派。然而，亚里士多德的晚年并非一帆风顺。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雅典出现了反马其顿的情绪，亚里士多德因其与亚历山大的关系而受到了怀疑和攻击。在这种压力下，他被迫离开雅典，前往西俄斯岛。在那里，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尽管生命的最后几年充满了挑战，亚里士多德仍然保持着对知识的热爱和对哲学的追求。他的著作和思想对西方哲学和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世无数学者和思想家追随和研究的对象。亚里士多德的一生是对知识和智慧不懈追求的生活写照。从他的家庭教育到他在学院的学习，从他在吕克昂学园的教学到他晚年的坚持，每一个阶段都展现了他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真理的探索。他的故事不仅是古希腊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更是人类智慧历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深深植根于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他的思想和著作对哲学、科学、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世学者研究和争论的焦点。在哲学方面，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本体论和实体概念影响了后来的许多哲学家，包括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和现代哲学家如康德和黑格尔。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特别是他关于美德的理论，对后来的伦理学和道德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影响了西方文化对于善的理解。在逻辑学领域，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逻辑学的创始人。他的论证篇和分析篇中提出的演绎推理和三段论，构成了逻辑学的核心。这些逻辑原则不仅在中世纪广泛应用，而且影响到了现代逻辑学的发展。科学方面，尽管亚里士多德的许多具体科学理论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他对科学方法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强调观察和经验的重要性，为后来的科学实验方法奠定了基础。他在生物学领域的分类工作，为后来的生物分类学和自然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在政治哲学方面，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他的《政治学》一书对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影响了后来的政治理论，特别是在理解不同政治制度的优劣方面。他关于民主制度的看法直接影响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理解民主和宪政的原则方面。此外，
亚里士多德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发现，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逻辑和形而上学思想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如伦巴第和伽利略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宗教领域，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被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如托马斯·阿奎那所吸收，形成了亚里士多德神学，对基督教神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关于人性、政治、伦理和科学的思想，成为现代社会探讨这些主题时不可或缺的参考。他的思想不仅在学术界广受尊重，而且在一般大众中也有着广泛的影响。总而言之，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文化和哲学史上一个无法忽视的巨人，他的思想深深植根于西方文明的基础之中，成为了理解和评价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关键。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亚里士多德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故事和思想是对人类追求智慧和理解世界永恒主题的一种回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继续探索和思考。